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惨案，虽然时隔多年，但它留下的烙印依然非常刺眼。尤其是那一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故事还得从中国上海市的闸北区说起。2008年7月1号早上，突然燃起的一团大火打破了闸北公安警局分局的宁静。不知道是谁把几个带有汽油的玻璃瓶扔在了北门外的路边花坛，短短几秒钟，现场就燃起熊熊火焰，还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北门的保安见状后马上冲了出来，拿着灭火器准备灭火。就在大家手忙脚乱灭火时，现场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男子，他头上戴着防毒面具，一只手拿着催泪瓦斯，另一只则拿着一把长27厘米的剔骨刀，直接从北门冲进警局。值班室一个正在打电话的保安还没来得及询问男子的身份，脑袋就被对方用刀柄狠狠砸了一下，剧烈的疼痛让保安直接倒在地上。随后，头盔男向某栋楼的入口快步走去，在大厅过道和治安值班室等地方，男子袭击了4名警员。当时这几名警员正在办公，所以面对突袭，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颈部、胸部、腹部多处被刺。在头盔男数次刀起刀落后，现场一片血腥。可见血后的头盔男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快了节奏。从办公室出来后，他沿着消防楼梯来到9楼，期间遇到了一名警员，二话不说就用手中的刀朝对方猛刺。遇袭的警员胸腹部受到重创，最致命的伤口长达28厘米。在头盔男展开疯狂杀戮的同时，门卫室里缓过神来的保安马上发出了求救信号。转眼之间，另外一边的头盔男来到了10楼和11楼的楼道，在这里他又突袭了2位工作人员，分别是一个交警和民警。根据后来公布的信息，除了门口的保安，短短10几分钟内，头盔男在5个楼层中袭击了11人，其中6人不幸去世。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警员遇害和受伤，是因为凶手是突然袭击，而且他作案的地方集中在消防楼梯。从每层消防楼梯口走出去后，是狭窄和昏暗的走廊。很多在等电梯的警员根本没想过会有个疯子拿着刀从消防楼梯口里蹦出来杀人。在后续人员和特警队的围剿下，警方终于控制了头盔男。摘下头盔一看，发现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小伙子被捕后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不停在喘粗气，还发出低沉的吼声，像极了一头丧失了理性的猛兽。事情传开后，闸北分局收到同僚的反馈，凶手是他们此前曾经审讯过的人，名叫杨佳，曾专门到北京找过他谈话，彼此之间算是老熟人了。当听到有6名同僚不幸遇害后，他们无比震惊。所以问题来了，这个年轻人到底受了什么刺激，居然敢孤身一人闯入警局，大开杀戒？一切还得从半年前的一场误会说起。2007年10月5号，恰逢国庆7天长假，一位名叫杨佳的27岁男子从北京出发来到上海旅游。为了方便，他花50元租了辆自行车。当晚8点半左右，他骑车来到闸北区的芷江西路和蒲山路口。恰逢当时上海偷车案频发，警局在此也设置了检查点。这本来是件好事，不料偏偏遇到了杨佳。因为他租的自行车刚好无牌照，所以被警员要求靠边检查。杨佳解释说，自己来自北京，刚好来上海旅游，自行车是租的，至于租赁文件自己没有带在身上，既没有牌照又无法出示租赁证明。按照流程，警员提出查看身份证的要求，可遭到了杨佳的拒绝，双方因此发生争执。杨佳非常不理解，这么多人骑车经过，为何对方偏偏要查自己的车？双方争执了将近40分钟，吸引了不少路人的注意。随着围观人数的增加，杨佳在情绪上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也许此时在周围人看来，这人好像真的是一个偷车贼。最后无奈的警员只好将杨佳带回附近的芷江西路派出所。
正常人到了派出所，只要屁股往审讯室的凳子上一坐，再嚣张的气焰也得萎掉一大半。可杨家完全不同，他甚至开始问候民警。从当晚9点10分被带回派出所，到10月6号凌晨2点，在经过6个多小时后，警方才得到自行车出租公司的确认，杨家才被予以放行。因为隔天早上要赶火车回北京，他直接在派出所大厅的长凳上睡了一晚，到了第2天才离开上海。上海警方本以为一场误会就此结束，可没想杨家一回到北京后，就通过各种渠道投诉他们。不但如此，杨家还指出自己在警局接受审讯时被数名警员围在一起殴打，他强烈要求警队开除涉事警员，并赔偿自己1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等。但由于缺少充分的证据材料，杨家的这些诉求没有被满足。上海督察部门核查后，他们认为当晚涉事的警员是依法办事，并不存在违规行为。但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上海警方曾前后2次专门赶到北京，对杨家和他母亲开展思想工作，希望他们不要把事情闹大。第2次时，上海警方还表示愿意补偿1500元人民币，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不会以官方的身份做出任何道歉声明，因为上海警方不承认打人的事情。杨家直接拒绝了和解。之后双方又在电话里沟通了几次，但都没达成一致意见。对于上海警方一意孤行的态度，杨家留了一句狠话：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此时上海警方还以为这小伙子在说气话，毕竟20几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根据杨家的说法，他的诉求很简单，既然芷江西路派出所警员殴打了自己，那就必须承认事实，并做出道歉和赔偿。可一次又一次沟通的失败，让他感到深深失望。从小凡事遵守规则的他，这一次做了他人生最冲动的决定，他要给上海警方一个说法。在8个月后的2008年6月12号，杨家再次来到上海，住进了一家私人旅馆。这家旅馆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很近，每天房费是68元人民币。为了省钱，他以找工作为由跟老板拉扯，最后把价格谈到了40元。为了观察派出所的布局和人员进出情况，特地买了一副望远镜。几天下来，就摸清了派出所的基本情况。这个派出所层层设卡，人员进出频繁，不利于自己的行动，所以杨家放弃了这个攻击目标。随即他把目标转向了闸北公安分局，发现这个目标的可操作性非常大。锁定目标后，杨家回了一次北京，在6月26号再次坐火车来到上海，住进了距离目标只有10分钟步行路程的梅园招待所。根据隔壁租客的回忆，杨家这个人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在多次踩点后，杨家在一家汽修店买了3公斤的汽油，在另一家劳保店买了催泪瓦斯喷雾剂、防尘面具、防尘手套等工具。除此之外，他又额外准备了剔骨刀和榔头等工具。7月1号早上动手前，他把部分显眼的工具藏在背包和拉杆箱里，绕着闸北分局的政法大楼走了一圈，就在路边一个废弃的小屋里武装自己。9点40分，报复行动正式开始。杨家开始声东击西，他先是在某个停车点甩了2个啤酒瓶，然后在政法大楼北门外引燃5个带有汽油的酒瓶。在保安忙着灭火时，他趁乱冲进里面，这才有了前文中的情节。因为一辆自行车造成6名警员遇害，5人重伤。这场杀戮曝光后，立马就成为了新闻头条。6名警员均属于失血性休克死亡，受伤部位集中在上半身和要害部位，伤口在8.5到28厘米之间，都是被锋利刀具猛刺和上拉造成。凶手极其残忍，每一刀都是索命刀。死在杨家手上的警员年纪范围在47到56岁之间，他们这个年纪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最重要的是，他们全都是无辜的，根本不认识杨家。案发后，杨家在北京的母亲王静梅刚拿着一叠材料准备出门，却因为被怀疑有精神问题，被热心的警方及时送进了医院进行治疗，以至于王静梅的前夫和好友多处寻人未果。在杨母接受治疗期间，一位名叫谢有明的律师还主动找到他，表示自己愿意为杨家辩护。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替杨家在一审时辩护的谢律师，当时还是上海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根据南方周末媒体的报道，在案发后的半个多月，6位遇害警员的尸体迟迟没有火化，因为家属在善后事宜上迟迟没有和某些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当时有专家建议，应该给遇难的6名警员追加烈士称号，一来可以告慰他们家属，二来可以重塑上海警方形象。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事情都未能如愿，包括后来南方周末的报刊记者想采访遇难警员家属的要求，都遭到了婉拒。有个陪同死者家属的警员表示，他没法接受媒体采访，因为此事事关国家利益。也许有些人觉得，发生如此让人痛心的悲剧后，最好的疗伤办法就是沉默，让时间慢慢淡化一切。即使这种沉默会习惯性让声音沉默。案发后，很多遇难民警的家属要求法院判处凶手死刑，警方迅速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检察院也随即准备提起公诉。原本法院计划在2008年7月29号开庭审理，但当时考虑到临近北京奥运会，为了避免不确定的社会因素，就将开庭时间延期到奥运会以后。2008年9月1号，上海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家死刑。法庭上，杨家本人没有提起诉讼，但他的父亲提起了上诉。为杨家辩护的律师表示，他有点惊讶，因为杨家似乎不太看重自己会被判什么罪名，他最关注的问题是芷江西路派出所到底有没有承认自己打了人。9月12号二审开庭，跟一审时一样，法庭内外吸引了大批民众和记者。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有个重要的问题一直被大家关注，那就是杨家到底有没有遭到殴打。根据他的口供，在到了派出所后，在被审讯没多久后，房间里就冲进几个警察，把自己强硬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围在一起拳打脚踢，时间足足持续了几分钟。但涉事的几个警员都否认自己曾对杨家进行殴打。二审时，上海警方出示了部分监控片段，证实杨家确实被数名警员拉到另一个房间，但至于这个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警方没有出示监控视频。他们的说法是，因为当晚杨家曾做出类似攻击的动作，数名警员才会突然闯进来。案发后，部分民众相信上海警方没打人，杨家肯定是因为性格偏执或者有精神病才做出如此行为。但也有人认为杨家肯定是遭到了围殴。原因很简单，如果上海警方没有做这事儿，为何他们会提出向杨家赔偿1500元？而且事后还2次专门从上海赶到北京，找到杨家母子商谈。对于这个焦点问题，二审时杨家的辩护律师给出了这样的推理：上海警方要想证明他们没殴打杨家，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拿出另一个房间的监控视频。如果事实确实像几名警察所言，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打人，那监控视频肯定能证明清白。但无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上海警方始终没有提供这些证据，原因无外乎只有2个：他们手里的确有另一个房间的监控视频，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不想拿出来也不能拿出来。其二，也许那个房间的监控刚好坏了，又或是其他原因，刚好没有监控资料。假如是第一个原因，就意味着杨家没说谎，他确实被几个警员围在一起殴打。假如是第二个原因，法庭也应该依法认定上海警方没法自证清白，进而推定杨家的说法是正确的。2008年10月20日上午，在一审判定的1个多月后，上海高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原判。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杨家一直面无表情，
从头到尾也是一言不发。在他那张脸上似乎很难看到对死者的歉意以及对自己行为的悔意。11月25日上午，杨家的母亲来到监狱和儿子相见，这是母子两人的最后一面。当时两人泪流满面。作为儿子，杨家深知这些年母亲吃了很多苦头才把他抚养长大。杨家的母亲也非常后悔，如果不是自己这些年的频繁上诉，也许不会让儿子走入极端。隔天上午，当局以注射的方式为杨家执行了死刑。到了这里，事情才告一段落。只因为受到不公的对待，就对无辜警员大开杀戮。在犯罪之前的杨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从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窥之一二。根据资料，1980年时，杨家在北京出生，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电影院的电工，母亲在一家招待所工作。一家人住在北京老城区的胡同，相处得非常融洽。周围人回忆，杨家这孩子从小就非常讲规则，不会乱穿马路，也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只可惜在他13岁时，父母因为怀疑对方出轨分道扬镳。在离婚后没多久，杨家的父亲很快重组了新家庭。此后杨家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可以说母亲是杨家唯一的亲人。后来因为老房子被列入拆迁名单，母子两人搬到了朝阳区亚运村的汇中里小区。可祸不单行，在离婚后没多久，杨家的母亲所在的工厂不幸倒闭。此后靠15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以及打零工的收入维持生活。期间前夫偶尔会来看望孩子，并留下一定的抚养费，但后来就再也没来过。在杨家的记忆里，父亲留存的时间只有自己懂事起的那几年。直到案发后，父亲才再次主动出现，为他聘请2审时的辩护律师。由于学习成绩非常一般，在高中毕业后，杨家就开始就读技校，学的专业跟财务有关，曾在望京购物中心实习，随后又在家乐福工作1年多，但很快就失业在家。期间负责帮到处上诉的母亲写材料。在很多街坊的印象中，杨家的母亲似乎不太正常，总喜欢喃喃自语，遇到左邻右舍最喜欢说的话就是等我家上访成功打赢了官司，就能好好过日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杨家的母亲上访再频繁，她跟儿子的生活似乎从来没有改善过。有一次还因为找到人大代表上访被拘留了10几天。因为性格内向等原因，杨家的人际关系非常一般，尤其是女孩子。她在自己博客中曾写道，很想跟美女交往。根据资料，在杨家去上海要说法的几年前，他曾和山西警方发生冲突，据说还被打掉了门牙。后来通过不断投诉和上访，获得了3万元的人民币赔偿。他亲口告诉律师，自己的生殖器官很正常，并没有网上所传的。上海警方的殴打导致自己失去男性功能。虽然收入条件非常一般，但杨家也有户外越野的爱好。他经常通过互联网加入户外运动的圈子。相比较于队友各种专业的设备，杨家从上到下只有寒酸2字。没有墨镜就直接用毛巾挡太阳，没有专业双肩包就背个斜挎包，没有专业运动服就穿一件6块钱的白短袖。每次参加活动时，他似乎都是最不起眼的那个人，但即便如此，他都从来不会看低自己。每次和驴友参加活动时，虽然不善言语，但非常喜欢帮助别人。例如在休息时会请大家吃冰棍儿，活动结束后，他总会在户外论坛上发上几十张照片，经常收到网友的肯定。有一次在买了2件新装备后，他还在论坛里写了测评。虽然新装备非常非常普通，甚至还遭到某些人的嘲笑，但杨家始终落落大方。周围人曾这样形容杨家，他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江湖性情中人。除了喜欢户外运动，杨家还说自己非常喜欢看书。在大部分邻居的印象中，杨家比他的母亲要正常得多，平时见面时会主动打招呼。所以在案发后，面对这样一个喜欢户外运动、喜欢拍照、喜欢看书的大男孩，很多人无法想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但一切事情又不完全是偶然。杨家不卑不亢的性格特点，就注定他不会轻易在权力面前低头。在不触及他的底线时，他的不卑不亢非常不起眼，甚至普通到容易让人忽视。但当有人越界时，他的不卑不亢就会激化成睚眦必报。在社会因素和自身性格的双重影响下，杨家喜欢以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正如他说过一番话，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杨家的这番话让有些人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是个英雄，就有点像影视剧里以个人力量对抗高唐的侠客。但也有人评价他是丧心病狂，是一个自私且毫无人性的暴徒。你自己短短几分钟的皮肉之苦，却夺走了6条宝贵的人命，剥夺了6个家庭的天伦之乐。幸福的原生家庭不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幸福的人生，但不幸的原生家庭大概率会让后代走偏。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教育人，杨家的母亲在让儿子学会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也助推了儿子的暴力维权。但就整件事情而言，如果只站在其中一方的角度去评判是非，对另一方显然不公平。有一句话也许可以评价这件事：杨家租来的自行车是一条连着悲剧的导火索，点燃导火索的人是那晚教育杨家的人。有人说，考虑到警方对杨家采取的行为，应该适当给杨家宽待处理。但有一点事实很清楚，即使杨家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但这也不应该是他杀人的理由，更不是减轻罪行的借口。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我是小渊。故事发生在中国浙江省的温岭市。2013年10月25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还是像往常那样人来人往。其中一个名为王云杰的医生再次见到他那位让他抓狂的病人。在这几个月，两人已经见了几十次，一次又一次的检查结果显示，该男子身体很正常，但男子始终坚称自己有病，一直要求医院给他做手术。王云杰觉得非常头疼，大哥，我求求你放过我吧，你全身上下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怎么给你做手术？当天早上，男子再次来到医院，但这一次他的神情明显不同以往。走进某个科室后，他把手伸进怀里，拿出一把锤子。王云杰还没来得及询问缘由，就被惨遭挥打。不出意外，医院很快响起了尖叫声和警笛声。这起袭医事件中，3名医生受伤，其中1人当场被刺身亡。惨不忍睹的现场引起众多民众围观，谁也想不到医院居然会发生如此骇人的惨案。根据资料，制造这起惨案的男子是个名叫连恩清的男子，当时33岁。他会在医院犯下如此恶行的原因，还得从1年前说起。2013年3月，被鼻炎折磨了近10年的连恩清，在温岭市人民医院做了鼻甲切除手术。主刀医生是蔡朝阳，因为手术简单，连恩清很快就下了手术台。他本以为自此以后就能彻底摆脱鼻炎，可没过多久，他就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咨询医生后，他被告知这是手术后的正常反应，等伤口完全愈合就好了。连恩清相信医生的话，回家安心养伤。可没想到，时间过得越久，他的鼻子就越难受，并且头部、胸部、咽喉等地方陆续开始出现疼痛感。这种痛苦，连恩清实在是一刻也忍不了。他直接回到医院，要求医生重新检查，重新进行手术。主刀医生蔡朝阳觉得非常奇怪，因为病人各项检测指标都很正常，也许是心理作用，过2天就好了。连恩清被劝说回去等着。可几天后，他发现症状没有减轻，反而还越来越严重。连恩清觉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已经属于医疗事故，但医生表示这不可能是医疗事故，切除鼻甲这种小手术很常见也很普通。为了说服连恩清，蔡朝阳让同事给连恩清做了 CT 检查，还让同事王云杰帮忙协调。从扫描结果上来看，的确没有任何问题，因此蔡医生拒绝了连恩清的要求，也没给他开药。
他觉得自己的做法非常合理，但在连恩清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怒气上头的他找到医院领导告状，管理人员了解情况后也很无奈。从 CT 结果上看，确实没异常，但考虑到病人的情绪，医院领导特地安排了一场专家会诊。看了检查结果之后，参加会诊的专家一脸疑惑，片子都显示没问题，为何还召集这么多人开会？这不是耽误其他真正有需要的病患吗？虽然很不情愿，但连恩清只能打道回府。冥思苦想后，他认为那个叫蔡朝阳的医生肯定是在忽悠自己，那些所谓的专家肯定是事先打好招呼，一起组团忽悠别人。为了坐实医院的欺诈行为，他先后去了多家不同的医院检查，但所有医生都表示没有任何问题。相同的答复让连恩清气急败坏，我自己的鼻子有没有问题我还不知道吗？可是不管拜访多少医院，见过多少专家，就是没医生愿意相信连恩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觉得症状越来越严重，经常头痛欲裂，无法入睡。后来连恩清突发奇想，用圆珠笔的笔帽堵住了一边的鼻孔，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笔帽插进去后不到10秒钟，他就发现症状被大大缓解。一个圆珠笔笔帽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么多医院为何却解决不了？他冥思苦想，几天后终于豁然开朗。连恩清判定 CT 科室的医生肯定拍了一套假 CT， 为了维护共同利益，所有医院都以这套假 CT 为准，一次假，次次假，这就是连恩清眼里的医疗黑幕。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自己的名字和婚姻状态被弄错。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不辞疲惫地找医院跑着要说法，实在顶不住的蔡朝阳医生就让同事王云杰医生帮忙协调。可不管王云杰把结论重复多少遍，两人的争执就是没停过。受到鼻子症状的影响，连恩清变得越来越容易暴躁，一言不合就开骂。家人也十分无奈，检查越正常，连恩清就越反常。父母和妹妹都理解他，因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连恩清因为鼻炎经常鼻塞和流鼻涕，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有时候为了缓解哥哥的症状，吃饭时妹妹会偷偷把安眠药加在饭里，以此帮哥哥入眠。为了缓解手术后加重的症状，连恩清整天在鼻子里塞个圆珠笔帽，最后无奈的家人只能把他送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疗。医生认为连恩清患上了妄想症，除非能在心理上成功开导，否则只能靠吃药住院，都是治标不治本。家人的无理操作让连恩清的情绪被火上浇油，老子是鼻子有问题，不是脑子有问题。他觉得这群医生都是一个德行，为了隐瞒自己的错误，不惜一起同流合污。为了报复这群医生，他假装配合治疗，几个月之后似乎恢复成了正常。周围人都非常欣慰，可谁也不知道，此时一个惊天计划已经在连恩清心里埋藏了很久。出院之后，连恩清列了个报复名单。他作案当天第一个遭殃的是王云杰医生。当时王云杰并不直接参与诊治，只是帮同事从中协调。可最无辜的他却不幸惨遭毒手。当时连恩清用锤子朝他的头部狠狠敲了3下，用力之大，以至于锤子的木柄都断成2截。第一波袭击发生后，王云杰刚想逃走，就被连恩清追了上来，后面被连刺数刀。不但如此，连恩清还阻止旁人对伤者的救护。现场其中一名男医生就是因此也被刺伤，带着沾满血迹的凶器，连恩清来到蔡朝阳医生的诊室门口，所幸蔡医生及时锁住房门，才逃过一劫。打不开房门的连恩清就气急败坏地来到1楼，目标是放射科 CT 室的林海勇。一推门进去，他就朝一名医生连捅3刀，捅完后才发现对方不是林海勇。后来在保安和警员的共同努力下，连恩清才被成功控制。几名伤者中，王云杰医生因为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这一年他刚刚45岁，在学术和职业上前途可期。可因为连恩清，他的人生戛然而止。王云杰遇害的第2天，就是他女儿的18岁生日。身为父亲的王云杰已经答应女儿要送上一份成人礼，可谁也想不到，命运竟然如此残酷。2013年10月31日，殡仪馆为王云杰举行了追悼会。原本只能容纳500人的大堂里，迎来了1000多名追悼者。追悼的人群中，哭得最伤心的就是王云杰的女儿。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成人礼收到的礼物，居然是父亲的死亡通知书。除了家属之外，来到追悼会的还有大批医护人员。
他们不光是为王云杰的死亡流泪，也同样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流泪。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医生，他们付出了异于常人的努力，可换来的却是担心被暴徒杀死的恐惧。逮捕连青之后，警方搜查了他的住所，在墙壁上写着2个名字，分别是王云杰医生和林海勇，2个名字旁边都有个死字。连青交代，这2行字是他在7月30日写的，那天自己又去医院求医生给自己看病，但得到的答案依然和上次一样，你都没病，还做什么手术？墙壁上的证据证明了连安青是蓄意谋杀。在法庭上，他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法官，认罪但不认错，甚至还觉得自己是侠客，帮众人揭开了医疗黑幕。后来接受采访时，连安青透露，当时专家会诊结束后，自己充满期待，含情脉脉地握着浙大某院一位专家的手，嘱咐他一定要救救自己。可这位专家却问了几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你游泳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结婚了吗？一听到这些话，自己就感觉被浇了一盆冷水。我现在在求你救我的命，你却问我这些问题。按照流程，法庭上检察官公布了多项证据，包括诊断报告、手术记录等等，文件记录现实，各项费用符合标准，根本没有所谓的黑幕。面对这些铁证，连安青的辩护律师想从精神问题入手，争取减刑。可他没想到自己的好心却遇了个猪队友。连青直接否认了自己的精神问题。第三方的鉴定结果显示，连青患有疑病症，在作案时他意识非常清醒，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很快，浙江省台州市中院就认定嫌犯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适用死刑。对于这个判决，连安青非常不服气，当场就提出了上诉。2014年4月，浙江省高院召开的2审维持了原判。直到这时，这起刮起舆论风暴的医患纠纷才被盖上最后一页。执行死刑前，央视记者采访了连安青。整个采访中，他表现得十分冷静。言语中，他强调最多的就是医院存在黑幕。连安青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让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人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他的告别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死刑不但可以解决我鼻部疾病难以忍受的折磨，也能洗刷我看病就医所带来的莫大耻辱，它是最好最完美的方式。死刑无可畏惧，除了藐视，只有期待和荣耀。可连安青不知道，他写的越是义愤填膺，他的亲人就越是痛心无奈。平心而论，杀人这种藐视生命的行为肯定是不对的，尤其是连安青这种激进的行为，在断送他人无辜生命的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但纵观整件事情，如果我们只站在某一方角度，单独去批判对错，也显得不公平。连安青这种走极端的例子，实际上并不是个例。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在空鼻症的社交媒体群里，和连安青做过相同手术的很多网友，也就是切除鼻甲后，90%的人都有高度相似的后遗症。此前，一位名叫张瑞的年轻姑娘也是深受鼻炎的烦恼，鼻塞、流涕、呼吸不畅、高频率打喷嚏，这些都是家常便饭。2016年8月，她用百度搜索引擎找到当时页面排名第1的某家医院，然后做了一系列治疗鼻炎的小手术，本以为就此能摆脱鼻炎，不料却引发了精神问题，以至于最后跳楼自杀。最令人唏嘘的是，张瑞治疗鼻炎的目的本是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和相恋6年的男友结婚，不料却跳向了地狱。对于连安青手术之后的症状，很多民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空鼻症，指鼻炎患者在做了切除鼻甲手术后开始出现的身体异常，但从医学检查结果来看，一直都显示很正常。医学界对空鼻症的研究也很模糊，大部分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精神病。遇到连安青这种比较偏激的，就极其容易发生医患惨案。南方周末的记者发现，很多医院都有创收指标这个潜规则，这些指标被分解到科室后，科室再分解到医生，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完成任务，医生只能靠多给病人做手术，最终就导致过度医疗。当时治疗鼻炎的普遍办法就是切除鼻甲，这种手术风险低，可操作性高，受众度广，很多中小医院都能做，
自然就成了很多医院重要的创收渠道。在连恩清案件发生后，很多医院紧急叫停了这种手术，但由于涉及庞大利益及学科形象，几乎整个学界都是避而不谈。连恩清的妹妹告诉记者，哥哥曾多次向自己抱怨过就医过程中医生的冷漠，很多医生甚至不愿意听病人的讲述。但平心而论，与其说是医生冷漠，倒不如说是医疗机制的缺陷。每个医生不可能只负责一个病人，也不是只有出诊这一项工作内容，查房、写病历、做手术等等，每一项都是周而复始的任务。对于很多医生来说，他们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患者的诉求，并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患者。所以大部分时候，很多医生并不是冷漠，而是不愿意多次重复相同的内容。一边是极度害怕偏执病人的医疗工作者，一边是深受症状困扰的病人，一边是很难被改变的系统制度问题，一边呢是医学界避而不谈的医学难题。每一对矛与盾都考验着大家的智慧。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一个曾经入伍10年的军人，退伍后却变成了一个畜生，甚至还为年仅21岁的女友下身挖洞上锁。他为何要这样做？两人背后究竟又藏着什么故事？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还得从中国四川省的成都市说起。2000年2月21号，当地一个派出所接到民众报警，报警人表示有名男子正在被人围殴，你们再不出来就要出人命了。巡警赶到事发街道后，还没来得及下车，就看到一家诊所门前围了很多人。警笛声的到来让围观人群越聚越多。被打的男子叫做姚勇，是武侯区一家诊所的医生。之所以被打，是因为他对女友下半身挖洞上锁。听到挖洞上锁这4个字，警员一脸疑惑，大清早的，你们这群家伙搞什么鬼？什么叫给女人挖洞上锁？其中一位女警员马上检查了涉事女子的身体，结果惊讶地发现她下体确实挂着一把锁，其惨状让人不忍直视。更让人震惊的是，当时女子已经怀孕4个多月，为她上锁的人竟然还是她的医生男友。出警这么多次，这绝对是巡警印象最深的一次。作为一名医生，姚勇为何会做出如此恶毒之事？整件事背后又是否有其他内情呢？警方调查后发现，被上锁的女受害者名叫刘淑荣，当时年仅22岁，男友就是前文中的姚勇，当时48岁，两人相差了足足26岁。彼此相识的缘由得从事发前1年的1999年说起。当时刘淑荣从老家来到武侯区，进入一家鞋厂打工。在某天上班时，她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本以为休息一下就无大碍，不料愈加严重。在妹妹的陪同下，她来到工厂附近找药店。人生地不熟的两人走着走着，找到了一家名叫爱心门诊的兽医诊所。远水救不了近火，刘淑荣决定在这里先医治，实在不行再去远一点的医院。走到屋里后，一个男子迎了上来，年纪看起来有40多岁，他就是姚勇。诊所不大，加上休息的地方只有10个平方左右。因为没有行医资格，姚勇一直没有申请营业执照，很多认识他的本地人都不会找他看病。走进爱心诊所的患者大多是周围不熟悉情况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一个就是刘淑荣。稍微诊断后，姚勇给刘淑荣吊了点滴，临走前还叮嘱他，打完点滴高烧应该就会退了，但明天还要来就诊，根据康复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打针。同时姚勇还告诉刘淑荣的妹妹，明天不用陪你姐姐来，省得请假还要被厂里扣工资。听到这话，姐妹两人心里泛起一阵暖意。出门在外遇到好人，不愧是医者仁心。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番似好心的关怀其实暗藏杀机。第二天，刘淑荣果然独自来到诊所。姚勇一看，心中大喜，他简单询问了几句病情，并要求再打1小瓶点滴，承诺此后会药到病除。不过奇怪的是，这次输液的地方不是在就诊室，而是姚勇休息的小隔间里。
在输液接近尾声时，姚勇拿了一杯水进来，说这是药物冲剂，喝了能尽快康复。半信半疑的刘淑荣接过姚勇手中的杯子，一口闷。大概几分钟后，他突然感到昏昏沉沉，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期间还隐约听到关门的声音。确定刘淑荣昏迷后，姚勇拔掉了他手上的针头，将其抱到床上，随着衣服一件件被脱下，房间里的医生变成了畜生。数小时后，刘淑荣终于苏醒了过来，但她觉得自己下半身非常痛，尤其是那个敏感部位。更让人震惊的是，自己身上居然一丝不挂。正当她准备大声尖叫时，姚勇走了进来。看到这个男人得意的笑容，刘淑荣明白了一切。她脑袋一片空白，因为害怕事情暴露，姚勇威逼利诱，一边以尸身威胁，一边承诺会负责，只要乖乖跟了我，等我发达了，别墅豪车我样样都不会少你。21岁涉世未深的刘淑荣就这样被说服，她脑海里好不容易想起报警的念头，早已不知去向。在宿舍看到姐姐后，刘淑荣的妹妹发现姐姐情绪有点奇怪，并问她要不要再去诊所检查一下，但姐姐一直坚称无大碍。一段时间后，在姚勇的要求下，刘淑荣搬到爱心诊所和他同居。当时妹妹怎么也想不通，姚勇跟姐姐就只是见了一面，结果就喜欢上了他，而且对方还比姐姐大26岁。诊所里的一切看起来都破破烂烂。爱情就像龙卷风，不是你疯就是他疯。刘淑荣搬过来后，为了庆祝自己告别单身，也为了炫耀自己找了个年轻小迷妹，姚勇特地请了几个朋友聚餐。饭桌上，他宣称刘淑荣是自己刚过门的妻子，即使两人根本没登记领证。同时，姚勇还要到了女友老家的地址，给未来的岳父岳母写了信，在信中以女友的口吻说自己找了个男友，对方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不仅人长得帅，还很能干。写完信后，姚勇还不忘加个红包，里面装着300元人民币的现金，撒谎说这是男友的心意。刘淑荣的父母收到信件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大字不识几个的女儿居然找了个高材生。虽然有点怀疑，但想到只要女儿过得好，那他们就一切放心了。在刚开始同居时，姚勇表现得还算不错，经常主动承包家务。刘淑荣一度以为自己找了个好男人，很快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便直接辞去了厂里的工作，甚至还放弃了最后1个月的工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年轻了。因为长相甜美，总有一些不知情的年轻小伙喜欢跟刘淑荣搭讪。考虑到女友跟自己的年龄差，以及每天收入平平的药店生意，姚勇内心越来越不安。每次女友很晚回来时，他就会习惯性打听女友的行踪。起初这种不安和担心只是徘徊在脑海里，后来直接反映到行为上。当有其他男人和刘淑荣交流时，姚勇总会一脸不快。男友莫名其妙的反应让刘淑荣越来越无奈，一个喜欢联想，一个不爱解释。就这样，姚勇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最后演变成了肢体暴力。刘淑荣不管承不承认都得挨打，实在受不了的他，后来索性直接揽下了种种莫须有的罪行。为了惩罚女友，姚勇还会强迫女友写检讨书，但只有小学文化的女友大字都不认识几个，更不要说要写成百上千的文章。为此，姚勇就列出大纲，包括出轨对象的身份信息，甚至还要写出2人偷情的过程，越详细越好。为了不挨打，刘淑荣只好瞎编，把自己自从打工认识的男性都写在了检讨书中，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未成年男性。不出意外，写完检讨书拿给男友后，刘淑荣又得挨上一顿咒骂和毒打。姚勇经常威胁说，你要是敢跑，我就把你全家都整死。一番吓唬后，他又会温柔地安抚女友，亲爱的，我这么做也是因为爱你，毕竟你还年轻，是男人看了都会动心。我要是不管着你，还不知道你哪天会被哪匹狼叼走了。虽然经常遭到不公的对待，但刘淑荣却一直没离开姚勇。我们不知道她到底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听信了男友的鬼话。后来某天，刘淑荣的妹妹刘淑华来诊所看望姐姐，不巧的是姐姐刚好不在。
在刘淑华转身离开时，姚勇拦下了他，来都来了就不要急着走啊，先坐下喝杯水，你姐很快就会回来了。这时姚勇端来一杯水，但水的颜色非常奇怪，似乎还有一股异味。刘淑华心里一惊，马上起身离开。姚勇见事情败露后，冲到门口把卷闸门拉了下来，然后一把抱住女友的妹妹，所幸大门还没来得及上锁，刘淑华拼尽全力侥幸逃了出来。得知妹妹的遭遇后，刘淑荣非常气愤，但她却仍然没有离开姚勇，更没有勇气把真相告诉父母，因为此时她已经怀孕了。2000年2月17日，姚勇到五金店买了一把锁头，不过这把锁头锁的不是大门，也不是储物柜，而是女友的下半身。回到诊所后，姚勇命令女友躺到床上，接着用绳子把女友捆在床边，用毛巾捂住女友的嘴巴，接着直接用手术刀残忍地给女友下半身上了锁，让女友没办法进行房事。怀孕4个多月的刘淑荣看到自己下半身挂的锁头后，直接怀疑人生。如果用一句话评价男友，那就是表面医生，实际畜生。爱心诊所黑心医生，自从挂上锁后，刘淑荣只要一走路，她的下体就会很痛，这种痛不但是肉体上的，更还表现在心理上。她不敢跟任何人提起，包括自己的妹妹。另外一边的姚勇即使给女友的下半身上了锁，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对女友的怀疑，相反，他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查看女友有没有偷偷把锁换掉。在他眼里，女友似乎就是私人财物，必须用锁头牢牢锁住。2月21日，也就是被男友上锁后的第4天，刘淑荣实在无法忍受下体的疼痛，就趁着男友不注意时，向隔壁邻居大姐求救。大姐一看刘淑荣下面后，整个人无比震惊，她连忙报了警，在警方到来前还找其他人帮忙。附近几名热心民众获悉后，直接冲进诊所，把姚勇拉了出来，把他围在一起拳打脚踢。因为害怕出人命，围观人群里有人报了警，这才有了前文中的情节。其实在这之前，刘淑荣曾3次被叫到诊所门口罚跪，旁边店铺的邻居也多次好言相劝，但姚勇始终不为所动。他说这是对妻子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惩罚。起初邻居以为等姚勇火气降下来后，罚跪的闹剧就会收场，岂料这次他如此过分，居然用锁头折磨4个多月的孕妇，这换谁都看不下去。确定基本情况后，巡警立即控制了姚勇，并要求他当场交出钥匙。根据资料，姚勇是四川省重庆县人，初中文化，此前还在军队中服役10年，退役后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但因为经营不善不幸倒闭。后来靠着在部队接触过的医术，姚勇来到成都市武侯区开设私人诊所，开始无证行医。而跟他同居的刘淑荣则是来自成都金堂县一个偏僻小村庄，家里靠种地为生，父母没法供养3个孩子上学。作为家里的大女儿，刘淑荣自然知道父母的压力，所以小学毕业后就离开了校园，帮父母干农活，偶尔会去镇上接点手工活赚外快。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刘淑荣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普遍到过年时才回来一次。看到到处挥霍的同龄人，刘淑荣非常心动。17岁那年，她决定走出老家，前往大城市打工。后来和妹妹进入武侯区某家鞋厂，这才遇到了姚勇。在警方立案之后，关于是否要控告男友对自己的罪行，刘淑荣曾经犹豫了好一阵子。因为在她的认知里，只要女人和某个男人发生关系，那就只能认定这个男人了。无论双方是否有登记领证，这种传统的观念枷锁是她不敢离开姚勇的原因之一。同时，她怕姚勇出狱后真的会报复自己家人。所幸在警方的鼓励和支持下，刘淑荣才站出来指证男友。审讯时，姚勇表示，女友经常在外面和其他男人乱搞，得了尖锐湿疣，自己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还说那里本来就有洞，就顺着洞给加了个锁。姚勇甚至还狡辩说是征求过女友同意才给女友上锁，可刘淑荣告诉警员自己根本没同意，是男友用暴力方式强制给她做了手术。事情传开后，很多媒体记者纷纷来到警局，把镜头话筒对准姚勇。
看着周围这么多相机，姚勇瞬间戏精上身，含泪说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管教女友时怕会失去她，我之前离婚就是因为前妻作风不好，现在她也这样，弄得我很痛苦。我天天为她洗衣做饭，她却背着我偷人，我能不管吗？我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干嘛还要这么对我？而且这是我的家务事。可根据警方的调查，姚勇的女友根本没有出轨，也不存在他和其他男性勾三搭四的事情，一切都是姚勇自己的幻想。家务事这3个字，姚某根本不配说出口，因为他根本没有和刘淑荣登记领证，更不配有一个家。他此前的妻子叶水珍就是因为不堪忍受暴力，在女儿还没满1岁时就带着女儿离开，而这一走就是整整12年，期间两人一直没联系。直到从报纸上看到丈夫被抓的消息后，叶水珍才敢带着女儿回到娘家。她告诉记者，每次和丈夫发生争执后，丈夫就会往死里打自己。当地民众认为姚勇根本不配做人，更不配做一个医生，爱心诊所这个招牌直接被人给砸了。获悉女儿的遭遇后，刘淑荣的父母无比痛心，他们一直以为女儿找到了个好人家，不料居然一直被人如此虐待。父亲告诉记者，把女儿接回来后，他一直不敢接触任何人，也不和任何人交谈。把饭菜端到他面前时，他眼里经常都有泪花。看到女儿这番模样，自己心如刀割。2000年6月19日，针对此案，当地法院召开了庭审，姚勇侮辱妇女罪名成立，被判5年监禁。2005年下半年，姚勇被释放出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他依旧认为给女友上锁是自己的家务事，还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光阴似箭，如今已经是19年后的2024年，此时的姚勇身在何处？有没有真正悔过自新？还是在另外一个角落继续给下一个伴侣上锁？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他给刘淑荣上的那把锁，也给他自己的人生彻底上了锁。10年老兵的光荣，满腔正义的气概早已荡然无存。刘淑荣下半身那把锁虽然已经被解开，但不幸的是，他又化成心里一把无形的锁。这把锁在将来也许会被摘下，又也许它永远无法解开。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一起公海杀妻案。说到澳门，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博彩业。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澳门凭借独特的政策扶持，发展了享誉世界的博彩业。可对于好赌之人来说，刺激的阈值呢是永远没有上限的。为了将利润最大化，也为了一些在赌场里不好完成的操作，有一些博彩公司就或明或暗开设了赌船。就例如我们今天的澳门实德号。不过在我们今天的实德号上面，它就不小心发生了一件特别的案件。2010年9月21号，在大陆国庆长假期间，一位名叫王卫烈的男子在安顿好家中10岁的孩子后，就带着妻子杨文娟来到了香港。根据资料，王卫烈是广东省广州人，在年轻时他就闯入了千军万马的公务员大军。经过激烈的争夺后，他获得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由于岗位隶属于广州，所以王卫烈的待遇非常的好。到了47岁时，他已经成为了正处级别的干部。那事业、家庭、婚姻，王卫烈已经拥有了一切。而这一次呢，他带妻子来香港就是为了好好享受二人世界。9月23号，王卫烈和妻子杨文娟一起来到了中环，坐在岸边的吧台上，两人静静欣赏着周围的风景。忙碌的船只，奔波的人群，一切都是那么的惬意。饮料喝到一半时，王卫烈告诉妻子，今晚会带她去个好地方。看着丈夫神神秘秘的样子，杨文娟很是好奇。该逛的商场都逛了，该买的东西都买了，该吃的美食都吃了，这还有哪个好地方没去呢？那难得丈夫会给自己惊喜，杨文娟心里非常的期待。但她的心里总感觉有点奇怪，毕竟这几年来，
她已经好久没看到丈夫会主动送惊喜，最重要的是，自己和眼前这个男人的关系即将会被画上句号。当天下午，王卫烈就买了澳门10德号邮轮一夜游的船票，价钱很便宜，2张加起来呢才500港元，相当于是435元人民币。而且从第一天下午登船到第二天9点多，还可以免费在船上吃住，这个价钱放到陆地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美梦。就拿在香港的酒店来说，单单是住一晚双人间都得花上上千块港币。那为何10德号的船票会这么便宜呢？那关键就在于10德号不单是靠船票挣钱，而是靠船上的赌场挣钱。为了绕开当地法律法规的限制，当时10德号会在公海行驶一段距离，只要船只一进入公海，大家就会聚在赌桌旁开赌，少则几千块，多则几百上千万。很多冲着赌博乘坐10德号的乘客，要么是刚入门的赌徒，要么就是疯狂的赌狗。王卫烈乘坐的10德号邮轮排水量将近1万吨，总共有7层高，客房的数量呢更是多达224间。船上的设施也非常的完善，中西餐厅、宴会厅、卡拉 OK 这些休闲娱乐，只要你想要的，船上都有。一句话来概括，就是10德号的老板往船上搬了个5星级的豪华酒店。不过网友表示，即使第7层的条件再好，这层呢平时也很少人，因为大家都是来赌钱的。100个乘客中，估计只有5-6个是来欣赏夜景的，而其他那些人呢，只要一到点，就会全部围在赌桌上。作为广州这个省会城市的处级干部，王卫烈的身家呢，自然不会差。背地里的隐性财产那少说也是将近8位数起步。坐在赌桌上随便玩几把，根本就是濕碎的小事情。可奇怪的是，自从上船之后，王卫烈就几乎没有怎么赌过，只是和妻子一边吃着自助餐，一边欣赏着海边的风景，或者站在旁边欣赏赌狗的豪爽，也就仅此而已。那丈夫口中的惊喜又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杨文娟也没太在意，相比较于丈夫神秘的惊喜，她更想要的是丈夫一心一意的呵护与陪伴。那即使这份等待已经永远无法实现。9月24号凌晨6点左右，在赌了一个晚上之后，很多赌客呢都已经回到了自己客房休息，船上也恢复了平静，只有少数工作人员做着打扫还有校对的工作。穿好衣服后，王卫烈就叫醒了床上的妻子，2个人一起来到了7楼散步，开始欣赏香港日出的风景。此时7楼的甲板上，除了一个正在打扫的清洁工，就只剩下王卫烈夫妻2人。2个人坐在甲板的长凳上，开始低声细语。1个小时后，10德号就来到了香港东南部的横南岛附近。可就在这时，王卫烈开始拉着妻子的上半身，开始把她往外面推。旁边的栏杆上还有很多血迹，而这一幕刚好就被上来的清洁工看到。那被吓了一跳的清洁工马上就大叫了一声，然后慌张地冲到楼下喊保安。那很快保安就来到了现场，他们发现此时甲板上就已经只剩下王卫烈一个人，刚才和他一起散步的女人早已不知所踪。栏杆上呢还有很多血迹，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所以保安呢也有一点不知所措。他们知道搞出这滩血迹的人就是眼前双手布满血迹的这个男人，但是因为没有执法权和事发突然，他们只能眼睁睁地让他从身旁走过。那保安就追问王卫烈，刚才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呢？可王卫烈根本就不理睬保安，他一直喃喃自语，似乎是在说着赌钱害死人的话语。从7楼下来之后，王卫烈呢就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客房，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样。事情曝光后，船上没睡醒的赌客也纷纷钻到7楼看热闹，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船上保安核实资料后，发现失踪的人确实是王卫烈的妻子，他们立即向香港警署报了警。船只靠岸后，香港警方立马控制了王卫烈。而在8点半左右，杨文娟的尸体也被香港水警捞了上来。
那看着毫无悔意的王某，船长一脸愤怒：“我顶你个肺啊！老子开船开得好好的，你给我来整这么一出！”事情曝光后，很多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法医尸检后发现，杨文娟身上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前额和头顶上有10多处伤痕，头颅甚至还出现了开裂伤，一只手还被人扭断。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死者肺部的痕迹表明，他被推入大海之前还有呼吸。案发当天，香港警署就审问了王卫烈：“你为什么要如此残忍杀害你的妻子？”可从头到尾，王卫烈都不肯承认犯罪事实。相反，他甚至说妻子是忍受不住学业的压力，才想趁国庆到香港旅游，赌了几把后手气不顺，心情就更加不爽了，这才选择撞击甲板栏杆自尽。可很快，警方就戳破了王卫烈的谎言。他同事说，杨文娟早就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而且对她的能力来说，博士论文根本说不上压力2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一个如此疼爱自己孩子的母亲，纵使生活再怎么不顺，也不会突然抛弃儿子，还专门跑到香港跳海自杀。与此同时，周围人还披露了一些更加恐怖的事情，那就是王卫烈对妻子早就有了谋杀的念头。早在去香港游玩前，王卫烈就曾专门请假，带着妻子去北方旅游。一个平时连几块钱都斤斤计较的男人，怎么就会突然大发善心，自费几千块和妻子外出度假？他们猜测，王卫烈很可能就在这时起了杀妻念头，只不过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一直没能成功。而对于丈夫所做的一切，杨文娟全然还蒙在鼓里。她甚至以为丈夫终于浪子回头，终于要知道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无论这个念头再怎么美好，杨文娟还是走进了婚姻的坟墓。而这也是为什么在去香港之前，只因为她晚几天办的手续，她的丈夫就非常的生气。大陆警方收到香港警署的通告后，立即联系了杨文娟的家人。那当听到这个噩耗时，很多人都认为丈夫王卫烈肯定是凶手。案发时，44岁的杨文娟在广州大学任教，和丈夫养育着一个儿子，案发时才刚刚10岁。周围的知情人表示，这两人在案发2年前其实已经协议离婚了，那只不过碍于儿子年纪还小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两人才没有公开，也没有分居。但是感情关系早就已经走到了冰点。大陆警方在走访调查时，周围人透露，杨文娟性格开朗，活泼幽默，与周围人也保持着很好的交际关系，有空时会经常和朋友外出聚会。而他的学生也觉得非常遗憾，那以后再也不能上杨老师的历史课了。他的歌声也只能回荡在教室里。杨文娟遇害后，他的学生自发地将他唱歌的视频放到了网上，以此作为对他的纪念。那说1000道10000，杨文娟遇到王卫烈这个男人，只能说是他太不幸了。更加令人唏嘘的是，王某的姐姐同样是不得好死。他姐姐原本在广州电视台工作，2000年年初去了国外后就遭遇了劫匪，那结果惨遭撕票。那到今天警方也没能抓住凶手。那问题来了，王卫烈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呢？一个已经衣食无忧，而且已经身处处级干部的公务员，为什么要自毁2个人的前程呢？那根据资料，王卫烈是广州本地人，和父母一样，毕业后他也进入了官场。后来是经过别人介绍，才遇到了来自吉林长春的妻子杨文娟。那一个是在政府上班的公务员，一个是在大学任教的讲师，两人绝佳的搭配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很多人都看好他们的婚姻。可是慢慢的，他们2个人的婚姻就开始出现了裂痕。也许是受到了体制内的影响，王卫烈的性格非常的内向，平时遇到小区邻居时也很少主动打招呼。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家庭和金钱却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他和妻子购买的3套房产全部都写着他的名字，
不但如此，王卫烈还要求妻子，你每个月的工资呢都必须上交给我。而在离婚协议上，杨文娟呢分到了2个人3套房产中的1套，但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不能再婚。那可以说，王卫烈的控制欲已经渗入到了骨子里，他连离婚后都不肯放过妻子，只想看着妻子孤独余生。被捕入狱之后，王卫烈就曾经写信给杨文娟的姐妹，可他呢并不是道歉，更不是询问家中10岁儿子的状况，只是提醒他们要记得去帮他收租。大陆公务员在香港附近的公海残忍杀害自己的妻子，事情曝光后就引起了很多媒体的注意，那其中就包括3联生活周刊。这个报刊的记者在案发后就提到，此前王卫烈曾直接把自己亲生母亲的骨灰倒进土里，然后把骨灰盒带回家，那只因为他觉得3000块买个骨灰盒太贵了。回家后他还直接骂了妻子，而质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破盒子。那其实杨文娟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她和婆婆的关系非常的好，在婆婆中风时一直是她负责照顾。她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为去世的老人做最后一件事，买个好一点的骨灰盒，安葬在白云山山脚之下。可这份对婆婆的情谊，在丈夫斤斤计较的性格面前，就是南辕北辙的做法。2011年9月27号，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了该案。不过由于一系列的原因，王卫烈并没有出庭，而是让自己的辩护律师全权代理。辩护律师就向法庭提交了王卫烈的陈述。他说妻子呢是自杀身亡，自己是为了满足妻子海葬的心愿，才将尸体推向大海。不过法官认为这个视频会妨碍司法公正，所以法官就重组了陪审团，而且将庭审推迟到了下个月。可第2次庭审时，王卫烈呢又改变了自己的说法。他说在拾得号上，妻子怀疑自己出轨，还要求自己拿出40万给外甥女开店。而那天晚上，妻子一直吵着要自杀。那果然到了第2天早上，妻子就来到7楼准备跳海自杀。自己发现后呢，本来是想把妻子拉回来，但是妻子还是昏了过去。那由于误以为妻子已经死亡，所以呢自己就把妻子推向了大海。王卫烈以为自己的这番说辞呢会是天衣无缝，可是在尸检报告面前，他当面就被戳穿了谎言。案发1年后的2011年11月10号，王卫烈就被判谋杀罪成立，判处终身监禁。两地警方调查后，他们就认为王卫烈之所以要杀害妻子，是因为按照离婚协议，国庆长假后呢，王卫烈的3套房产中的其中1套就要过户给妻子杨文娟。那一个连几块钱都要计较的偏执丈夫，怎么可能会把这几百万白白送给离婚的妻子？所以呢，这才痛下杀手。而王卫烈之所以要选择在香港游玩时动手，那很可能就是他认为公海是法外之地，在公海杀了妻子，那只要请个好律师，估计就能脱罪。而最重要的是，香港没有死刑。不过一时冲动的他估计没有仔细想过，那虽然邮轮的确是经过了公海，但是邮轮是注册在澳门公司旗下，而且作为邮轮的出发地，香港警署呢依然具有执法权。在案发之前，就有朋友劝杨文娟早点带孩子离开丈夫，那这个男人不配拥有你。可无论朋友如何相劝，杨文娟呢总是会委婉拒绝。她怕孩子的成长会被单亲家庭环境所影响，也害怕自己离开后，丈夫会没法好好照顾自己。就例如在此前的一次暑假中，自己带儿子回老家住了1个月，回来后就发现家里混乱不堪，连进门挡住入口的箱子丈夫都没有摆好。杨文娟怎么也没想到，她对丈夫留存的这份希望，却把他直接推向了大海。王卫烈在杀了妻子的同时，其实也杀了自己，更杀了他家中那个只有10岁的儿子。案发到现在，虽然拾得号上面的血迹呢早已经被擦除，可是这2人的爱恨缠绵却永远让人无法忘怀。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